嘿，你好，欢迎回到 Xton 思维游乐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笔记 App 称呼自己为游乐场的。记笔记不是一件又麻烦又苦恼的事情吗？难道可以像玩游戏一样有趣吗？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笔记 App， 这就是2年前掀起可视化笔记热潮的 Scranto， 网址呢是 scranto.com。这次带来了他们脱胎换骨的一次重大更新啊！因为 Scranto 相信玩耍和易于使用的工具呢会增强创造力，因此呢，他们把这次的更新版本叫做 Playground for the Mind 思维游乐场。今天我就带大家玩一玩全新改版的新的 Scranto， 然后视频最后告诉大家如何去获得免费试用。进入到 Scranto 之后呢，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 My Desk 我的桌面。我的桌面呢，它就是一个无限大的画布。整体的风格呢，它依然延续了 Scranto 之前的紫色系风格的配色。我们可以从一个空白的桌面开始，你就可以在这里呢开始把你头脑当中所有的想法全部的倒出来。那这些呢，就是我规划本期视频过程当中的想法和整理的过程。我们就从这里来看一看 Scranto 的新东西都有些什么。在屏幕的下方就是 Scranto 的工具栏，我们可以首先从添加块来开始。那什么是块呢？块就是 Scranto 笔记当中的最小的构成单元，它就跟其他的笔记 App 可能是卡片或者可能是文件一样。我们先来看一遍这所有的块都有些什么，然后我再给大家重点介绍几个块。首先文本、新的文档、board 也就是白板、网址，我们可以直接在这粘贴一个网址或者输入一个网址，任务列表、无序列表、有序列表、图片、视频、PDF 文档，然后是6个级别的标题、文件、引用、代码块、推文、分隔线。好，我们从这些可以添加的块的种类就知道呀，Scranto 它把本来是一个文档当中的各种内容和各种样式呢，全都打散了，把文章来拆成块来进行处理。块处理在笔记 App 当中并不新鲜，但是把块能够铺到白板上，任意的进行摆布和组合，这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谁。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由度。比如在我规划一个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待办事项，那么我直接就可以在画布上把这个待办事项给写下来，我不用去考虑我需要把它放到哪一个文档里面或者哪一个卡片里面。我们在 Scranto 的画布上添加一个块，比如添加待办事项，其实我们可以有3种办法来添加。首先就是从我们刚才看到过的点击加号，然后选择一个任务列表，那这样直接出来的就是一个待办事项。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点击这边创建一个新的块，或者我们直接在屏幕上空白的地方双击，它就会创建出一个文本块，就是最基本的块。然后我们在这个输入框里面直接敲反斜杠，就会呼出它的下拉菜单。我们在菜单里面还可以选任务列表。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同样我们直接双击创建一个基本的文本块，然后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Markdown 语法来创建任务列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Scranto 创建各种块呢，实际上是很灵活的，既可以通过它的菜单项当中进行选择。那对于熟悉 Markdown 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使用 Markdown 的语法。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Scranto 它支持的主要的几个多媒体的块。在这一屏当中呢，就是 Scranto 主要支持的几个多媒体的块。那这里面就包括 PDF 文档，我们可以直接拖动上传一个 PDF 到这边来。在 Scranto 里面 PDF 它支持2种显示方式，一种叫做 block 块的方式显示，就是这样子，还有一种 inline， 看起来就像一个文件的附件显示在这里。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小箭头，可以打开这个 PDF 文档，这就在一个单独的窗口里面打开了这个 PDF。 当然目前 PDF 还不支持批注，但是呢把一段文字选中然后拖出来，这倒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可以做一些节选。那另外支持视频，对于 YouTube 视频直接输入网址就可以，还有图片。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网址的支持。输入网址之后呢，它实际上可以获取到你的网站的标题、缩略图，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书签的样式。还有就是推特的显示，它会直接把你的推文的内容给你渲染显示出来。
而不仅仅只是显示一个链接。所以啊，对于白板当中的各种元素啊 ，PDF、网站，然后视频、图片，还有推特，它能够在白板当中实时的渲染和展示出来的，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因为白板它本身它是一个帮助你思考的工具嘛，你能够很清晰、直观的看到白板当中各个元素它展示出来的样子，才会更加的有意义，更加的有帮助。当然，在块之间呢，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连线，点击画一个连接线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它的块之间建立连接线。另外，块和块之间呢是可以组合的，比如我们刚才测试的时候创建的这一堆块，所有的块的类型，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的。组合的方式，只要我们把一个块拖到另外一个块上，就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把这些块都给它组合在一块。那这样这些块就成为了一组，我们就可以把它们进行拖动摆放。然后刚才说了 Scranto 最基础的元素呢就是块，而块呢它可以形成文档，也就是 Scranto 所说的 Docs。 一个块可以转换为一个文档，比如我们把这个有序列表在这边直接点击创建文档，它就会变成一个文档。那这个文档有标题，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文档里面去书写更多的内容。同样，一组块它也可以转换成一个文档，这是我们刚才的一个组，我们也可以把它创建为一个文档。好，现在我们就有了2个文档。那既然块能创建出文档，那同样文档当中的一个段落一个部分，我们也可以把它拖出来，来形成一个块。比如这段代码拖出来就成为了一个块，在画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块拖出来之后呢，它原来的部分还是留在这个文档当中的，并没有消失。那其实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啊，因为这样当你在拆分一个文档的时候，你不至于把你的原文档给破坏掉。好，我之前说过，一个好的笔记 app 呢，主要就是2点：第一个记得爽，第二个能找得着。Scranto 可以在你的文档和白板当中进行搜索，也可以搜索到 Web Link。我们可以直接在它的窗口上方就是搜索框，当然也可以通过快捷键来呼出。比如我们搜索一个自动化，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搜索出了网址、文档还有白板，这几种方式都可以搜索到。对于搜索到的文档呢，我们可以点击添加到白板，就可以把它加入到当前的白板当中。除了直接添加到白板，我们还可以直接拷贝它的链接，然后把链接也可以粘贴到白板当中。那这样我们点击这个链接呢，就可以直接打开这个文档。好，当我整理完了我的思路，写完了很多零散的文档卡片之后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些文档 Doc 进行进一步的编辑。那 Scranto 的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多张卡片呀，你都可以在单独的窗口当中打开。只要我双击这个文档，或者点击打开的按钮呢，这个文档就会在一个单独的窗口当中打开。同样，我们可以在整个白板上打开更多的窗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窗口啊排坐，然后可以互相参考来进行修改和润色。那当我写完了所有的关键点之后呢，我需要把这些零散的内容来整理成一个文档，整理成一篇完整的文档，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先创建一个文档，直接点击第3个按钮创建一个新的文档，然后我们可以起个名字叫做视频文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然后双击它的标题栏，就可以让它的高度和 Scranto 的主窗口高度一致，这样写起来会更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写的这些内容呢，按照顺序来给它拖动到视频文案这个文档当中去，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篇文档。我们甚至还可以直接把白板当中的部分区域拷平，然后作为一个文档的插图。好，如此一来，一篇完整的输出文稿就完成了。这就是你们看到的今天本期视频的创作过程。Scranto 的这次更新啊，让这个笔记 App 有了很高的可玩性。好消息是啊 ，Scranto 在太平洋时间10月15日的12点01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的下午3点01分呢，在 Product Hunt 上面发布。通过描述栏当中的链接呢进入，大家就可以得到免费试用的机会。发布期只有1天呀，不要错过免费试用的机会。